如果一个政府连巴士上行李该放在哪里这类细节都认真考量，它出众的交通效率通常就不是依靠运气。很多人称赞新加坡交通出色，最先想到的是地铁线路密集、路网完善、资金投入充足，可真正形成差距的，往往不是大手笔、大型工程，而是这类高频出现的出行小痛点，能否快速优化改善？路交局已经敲定，将在往返樟宜机场和市区的36号巴士为12辆巴士加装多层行李架，经历试行验证后正式推进，争取明年第二季前完成安装。动作算不上宏大，承载的信息却很有分量。这代表新加坡的交通治理不会等到问题积累、抱怨增多才着手解决，而是尽量提前化解大家每天都会遭遇的出行不便。大家可以先在评论区说说，你觉得新加坡交通强大，根源是基建建设充足，还是细节调整、响应迅速？今天我们就从一组小小的行李架读懂整套治理思路。36号巴士的行李架看起来像小新闻，但它背后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本地人的通勤效率遇上游客的大件行李，同一辆巴士怎么继续顺畅运作？先看新加坡的基本条件，这里不是那种大部分人靠私家车解决出行的城市，用车成本高，停车也贵，所以公共交通必须扛起大量日常流动。另一方面，樟宜机场又是国际枢纽，旅客进来以后不会停在机场里，还是要进入市区、酒店、景点、会展区和住宅区。问题就出在这里，本地通勤讲求准点、秩序和流动速度，旅客出行则常常带着大件行李，对路线也不一定熟，上下车时间自然更长。36号巴士刚好就在这个交界点上，它不是纯游客线，也不是纯通勤线，而是把两种需求放在同一个车厢里。于是你会看到几个很典型的摩擦：行李放走道，别人过不去；放在座位边，空间被压缩；自己抱着，车一刹就有安全风险。司机靠站时，也要多留意车厢内部有没有被大件物品影响。这样的小问题单看都不大，但在高密度城市里，只要每天重复，就会变成真实的体验损耗。所以这次加装行李架不是装点门面，也不是单纯对游客更友善，而是在一个高频摩擦点上把冲突先降下来。你平时搭车最在意什么？是准点、舒服，还是空间秩序？也可以留言说说。路交局愿意为12辆巴士升级，不是因为行李架本身多先进，而是因为他知道，在高密度城市里，真正拖慢系统的常常不是大事故，而是每天重复出现的小摩擦。这里最值得看的不是硬件，而是决策方式。为什么是36号线？因为它往返机场和市区，带行李的乘客比例更高，问题最集中。为什么不是全岛所有巴士一起装？因为公共服务改造如果一刀切，往往会浪费资源。不是每条线路都需要行李架，有些线路装了反而占空间。新加坡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先把问题最明显、场景最清楚的路线找出来，先试，再决定要不要推。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成本可控；第二，执行更快。根据路交局公布的信息，这批行李架是多层设计，也会考虑固定和防滑，重点就是减少行李在车厢内滑动、阻塞和碰撞的情况。更关键的是，这不是拍脑袋加一个设备，而是在试行之后决定安装，说明前面已经有真实使用经验。你可以把这类投入理解成一种秩序型投资，它不一定很显眼，但对系统稳定很有用。因为很多投诉并不是来自严重故障，而是来自每天都要忍的小麻烦。走道被堵，上下车变慢，乘客互相让位，司机需要额外观察，车厢秩序被打乱，这些事情天天发生。
大家对系统的评价就会往下掉。新加坡交通之所以常被认为稳定，不是因为它完全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很多问题会在前端先被处理。36号巴士这个案例之所以值得讲，就是因为它把一套成熟的判断标准摆在了台面上，哪里是高频痛点，哪里能用小成本换来更大的秩序改善，哪里适合先试点，哪里不需要乱铺开。对工薪阶层来说，这种能力比口号实际得多，因为你每天搭的不是概念，而是这班车会不会更顺，车厢会不会更堵，回家会不会更麻烦。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更支持政府把预算花在大项目，还是这种看起来小但能立刻改善体验的微改造？机场到市区这段路看起来只是旅客的第一程，但对新加坡来说，它其实也是效率形象最容易被感受到的一程。很多人会把36号巴士行李架理解成对游客更贴心，这当然没错，但它更重要的意义是避免城市第一印象在细节上失分。新加坡靠的是枢纽能力、服务可靠性和秩序感。如果机场流程顺，但一上巴士就因为行李堵走道，上下车变慢，那种高效印象就会立刻打折。36号巴士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是单纯照顾游客，而是尽量让游客和本地通勤者都更顺。行李有固定位置，走道更通畅，整车效率也更稳定。旅游友好和本地体验不一定冲突，关键在于有没有把冲突点设计好。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新加坡，你会不会因为机场到市区这一段体验，直接改变对整个城市的印象？也欢迎留言。真正让新加坡交通长期维持高评价的，不是它从没出错，而是它通常能把反馈比较快地变成下一步动作。36号巴士只是一个看得见的样本，把视角再拉高一点，新加坡交通的优势核心不是没有争议，而是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修正机制，先试行，收集反馈，看运行效果，再决定要不要正式推进。这个思路听起来不华丽，但对公共治理非常关键，因为交通不是一次性建完就结束，它是每天都在运行，每天都在被使用的一套系统。只要系统在跑，就一定会出现新的摩擦点。成熟的治理不是要求自己永远第一次就做对，而是要有能力尽快识别问题，控制试点范围，修正方案，再把有效做法落地。36号巴士装行李架放在这个框架里就很合理，它不是孤立的善意，而是系统识别到特定线路有特定需求之后做出的定向优化。这里最值得看的其实就4点：先试点，避免副作用扩大，问题抓得具体，不是空泛喊口号，时间表明确，说明已经进入执行，未来要不要扩展，也看需求和数据，而不是凭感觉。对普通人来说，这才是真正有用的治理能力。你在新加坡最明显感受到政府有在改的交通细节是什么？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个城市是不是可靠，很多时候不看他说的多大，而看他会不会认真处理这些看起来很小，但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不便。今天我们从36号巴士的行李架出发，看到的其实不是一个设备，而是一种治理习惯。先发现高频痛点，再试，再改，再落地，而且尽量在问题扩大之前处理掉。新加坡交通之所以常被认为强，不只是因为地铁多、巴士密、规则严，也因为它愿意把服务做到细节里。对本地工薪阶层来说，这代表日常通勤更稳定；对移民和准备来新加坡生活的人来说，这也说明这个城市很多时候会把秩序和效率做成可以被感受到的日常。如果你喜欢这种从一则新闻看懂新加坡政策运作方式的解析，欢迎订阅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近最有感的新加坡交通变化，或者你想看我下一期拆解哪一项新政。